期的一元生活。今天所讲内容的主题是关于健康心理的模型。随着社会压力的加剧，人们更加的关注心理健康问题。无论西方心理学还是东方心理研究，对于真正的心理健康应该是什么样子，没有任何模型可以参考。原因在于，一直都是观察和研究出现症状后的情况，而对于正常与超越正常的健康，往往就会无从下手。心理研究一直都是黑匣子外部观察，无法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。本次研究是通过亲自体验、自己观察等内省结合训练的方法，把黑匣子打开，看到里面的过程，同时还把这种方法交给实验者，通过亲自体验与反馈描述，找到共同点，证实打开黑匣子看到的过程是事实，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过程，希望找到真正可以成为标准、健全的心理模型，可以让所有人有个榜样和借鉴的健康心理模型。第一，常态化的心理状态中发现问题。第二，健康心理的模型。第三，健康心理如何做？过去的100年里，对心理的研究都是从出现身心不良症状开始，可以称之为病态心理研究，但是很少有针对没有症状群体的研究，就算有，并没有形成一个深度规律的探索体系。这是由于从胡塞尔现象学以后，对客观现象研究的方法论趋向于离开人体本身的感知觉经验，因此在研究中，特别是心理研究中，直接体验、亲自感受，直接看到自己的心理与意识都被归入无法数据化。但是这些才是心理研究的第一手资料。于是我们的研究就是从方法论的改变开始，通过亲自体验、亲自训练、亲自感受，自己观察自己的心理的每一个细节过程入手，第一视角的发现健康的心理是如何运行的。而且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没有心理症状的普通人群体。由于这部分时间的研究时间长，观察范围广，没有留下对应的数据资料。最后总结起来，普通群体的心理模型也有如下3个比较突出的点。第一，常态化的平淡。情绪化、兴奋、低落、积极、愉悦都不是常态化的，只是临时的、短暂的。一个人的一天里，醒着的时候最长久的是无喜无悲、中正、平和，有了各种刺激信息了，就会触动情绪或出现高兴、低落等反应。第二，注意力大多数的注意力都是在追逐各种目标。普通人的一天总是在忙碌，闲着就会感觉无聊，为了不无聊就会看视频、刷手机、玩游戏，或处理工作，或做家务，但是一旦什么都不做，就会感觉浑身难受。第三，注意力在忙碌的时候清醒就少。注意力忙碌，看视频、工作都会忘掉自己，会沉浸其中，清醒就少，身体处于不适也会被忽略。通过这些观察，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人的真实状态是这样的。普通人的一天，平淡才是最长久的状态。平淡容易产生无聊、空虚、寂寞的感觉，总是在各种忙碌中让注意力有个依赖。如果依赖，精神寄托没了，就会感到无聊、空虚、寂寞，为此会自己找事情忙碌。而忙碌的过程中，注意力沉浸其中，容易忘掉自己，就会开始出现身心各种不协调的问题。通过这些情况，我们关注到一个点，注意力的问题在人的一整天里产生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我们进而又发现了更多的信息。这里是关于人和注意力的关系，一共有3个。第一个，注意力在大脑中跟着想法、念头的情况，会表现为白日梦、走神、沉浸在幻想中，导致注意力涣散、脑力消耗过大，恍恍惚惚，忘掉眼前的一切，精神不在现实中，这显然并不是健康的状态。第二，注意力聚焦，这个聚焦的对象可以是物体，可以是身体，或者是身体的某一个部分，或者是聚焦在工作上、研究上，聚焦在游戏上，会表现为专注，忘掉身边的一切的投入，对其他没反应，导致精神紧绷，忘掉身体协调，忘掉自己，身心不协调，情绪容易被打扰而激动，
或产生一些上瘾的反应。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对工作、研究等有帮助，又是成瘾的一部分原因，显然这也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。第三个，注意力在眼前，在此刻，在当下的一种情况。注意，这种情况与第一、第二两种都有所区别，并不是陷入幻想忘记了自己，也不会投入到目标丢失了自己，是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过程，会表现为清楚知道过程需要维持注意力能留在眼前。因为注意力的特点是到处寻找新鲜目标，跑来跑去的，这样会导致精神为了维持清醒在眼前，容易维持一会儿，不留神注意力就会跑到白日梦中或者开小差。显然这也不是一种可以长久持续的状态，这种维持是很费劲的，持续久了会感觉到累。我们这里说的注意力这三种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。虽然现在主流很多流行的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力关注在当下，但其实过度的关注和聚焦，它是一种伤害。注意力它并不是需要一种集中，我们集中注意力去做某事，或者说也不是信马由缰，而是说取到一个平衡的点，它既不是用力的，也不是完全不用力的。好比琴弦，如果说绷得太紧，它那个音就会很尖锐；它绷得太松，然后又发不出来声音很闷。只有说它处于一个绷得紧，但是又不是太紧，有一点放任又不是太放任，一个完全平衡的状态，就能发出适宜的悦耳的音色。那么我们的注意力是一个这样的状态，不造成额外的伤害是前提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。通过这些实验与观察，好像怎么做都是错的，稍微有点发现又是有缺陷的。难道健康只是短暂的，不可能长久的吗？这时我们又在古老的资料中找到了希望。在世界宗教的各种资料中，记录着很多不同的信息。宗教资料往往被忽略，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排查工作。在古文献中会出现与人的注意力有关的记录，注意力集中就会产生幻觉、紧绷、精神僵硬，注意力不管又容易走神、白日梦。因此东西方所有的宗教的共同处理方法都是一致的，身心放松。比如基督教的祈祷、忏悔都是要身心排除一切，保持圣洁，也就是放松身体，不要被干扰。佛教提到的是放下一切，也是身心放松。中国的道教也是提出道法自然，自然就是放松一切。有了这些发现，注意力在普通人的生活中确实是错误的，不是集中就是放任，导致了各种问题总是出现。我们进一步去寻找注意力放松的研究，看看是不是能让人保持健康的心理。人们常见的注意力放松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比如听音乐、聊天、聚会、唱歌、运动等等。但在我们进一步实验与观察中发现，放松程度也是有差异的。比如唱歌、跳舞、运动、听音乐等等的放松等级很低，听音乐等仅仅是沉醉其中的，听的时候会感觉到一些轻松，但仅仅是当时，然后身体的放松程度实质并没有多大的持续，也不会消除多少紧张。同样，运动对身体紧张、精神紧张也只是当时缓解一部分的作用。所有行为认知理解都尝试过以后，发现最有用的是深度睡眠。睡好了就会神清气爽，但深度睡眠的效果并不能让人在睡眠过程中的身心健康可控，效果维持不会久，同样也只是一部分进行了疏导。再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，心理咨询的疏导、安慰、旅游、社交、更换居住环境同样只是表面的缓解一部分，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注意力习惯。长期关注整个身心过程，并没有理想中的健康模型，还是会各种问题不断，走神、白日梦、过度专注、紧绷、来回反复这些情况发生，这说明还没有找到关键点。于是我们继续寻找注意力放松的更深度的方法，冥想、禅、打坐、观呼吸、瑜伽、站桩等进入了考察范围。为了考察这些，有几年都是进行这些训练，虽然有一些效果，但并不是真正发生彻底质变的那种程度。健康心理模型难道就是比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稍微好一点吗？一直到一次偶然状态下发现了深度静的状态，才恍然明白，
继续对注意力的研究并不是正确的方向。心理健康的模型反而是身体的深度镜。第二，健康心理的模型。于是我们开始观察与探索人体的深度镜，发现一个被忽略的现象，无论是任何人，身体都会紧绷的。比如肩膀是紧缩的，日常都是如此，当事人却毫无感觉。肩膀紧，韧带紧，身体的肌肉或少或多的都处于紧绷状态，人却毫无知觉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其实当我们说的时候，人他是不自觉的就绷紧的状态。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肩膀，我们的好像发现，其实你一注意，好像是紧的，你可以松一点。比如说我们的肚子，好像也有点紧啊，松开。它是一个你意识到你就可以让它松开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你发现了，我们把它松下来。但是也就是说，意识到的时候它才放松了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，而不自知的。肌肉紧绷也是可以划分等级的。当我们提醒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会发现，或者说意识到这个情况，还能准确的给出自己的紧绷达到了满级、10级，还是说松了几分。这种紧绷程度自己感受最清楚，仪器并不太准，因为每个人的力量承受与感受程度都不同，却可以侧面对肌肉紧绷的信号进行程度划分。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吃甜食，比如说5分甜对于有的人而言它不甜，对于有的人来说5分甜已经很甜了。这就是每个人的个体的差异不同，但是他知道这个甜对于自己而言是处于哪一个程度的标准。清楚了身体深度镜这个方向后，就需要实验这种情况。然而这是更加巨大的考验。我们在寻找中尝试过很多方法，心理学的、灵修的、禅坐的、冥想的、瑜伽的、站桩的、祈祷等等，但是全都是有一点轻松，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期待。最后突然在一次偶然中，让我们发现了放松打坐的关键技术。这种放松并不是盯住类的冥想，而是身心放松到一个转折点出现的深度，如同婴儿一样，一切不用力的打坐方法。通过长期的实验与观察，我们发现人体的放松程度分为5层。这项研究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，仍然在继续研究确定每一个细节，并不是肌肉紧绷度，而是人的身体会出现5个转变。简单来说，人体放松以后，唱歌、跳舞等的放松等级，连放松练习的初期程度都达不到。肌肉开始松下来，就会如同雪糕融化一样，非常舒适。只有这种松，才会对心理健康有效果。一直以来，心理研究都处于对心理无可奈何的阶段，没有一种有效的直接针对心理过程产生影响的方法。然而我们通过观察发现，这种深度镜的训练对心理过程的影响是直接的、彻底的。在1个月的深度镜训练中，每天只需要15分钟左右身心放松，其他和过去一样生活、工作的行为就可以。2周后就会出现精神自动舒缓，注意力从乱跑乱抓趋向于安静下来的趋势。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做到现在，反馈的信息依旧非常多。总结起来，身心问题都是出现于身体的紧绷和长期的无视。通过简单持续的放松训练，要松到肌肉松开，精神舒缓，1-2周就会出现身心轻松舒适的反应。这里又有一个核心技术，就是身体的紧绷减少了，心理的纠结会跟着舒缓，身体的状况会直接表现在心理习惯的改变上。心理健康模型是可以长期的处于一种比较相对，它是一种动态的稳定，而不是说你怎么触发它都是永远都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，它是有一个很完整的生态，不是说一层不变的。就是再说具体一点，就是身体柔软，心理过程流畅，意识清醒，这就是非常完美的健康心理的
标准。所以过去所有的指标都是亚健康状态，普通人心理其实是心理问题已经很多了，只是没有遇到触发条件。第三，心理健康如何做？知道了心理健康的模型，就可以有效的去达到。最有效的就是放松打坐的方法，一切不管，不用力，就是这么静静的坐着，几分钟1-2周就会出现身体肌肉自动舒缓柔软的效果。这时心理纠结难受会跟着身体舒缓而开始减少，注意力会跟着一切不管不用力而没有抓取的东西开始自己安静下来。但是这时并不是注意力会消失，而是通过身心安静下来的过程逐渐产生了意识清醒。这一块是属于意识清晰9度的研究内容，是另外的内容，以后可能会讲。健康心理模型有如下标准，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。有以上这些出现，心理健康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，真正会感觉到生活是舒适惬意的，更加感受自己的感知觉增幅了很多，还有智慧的出现，敏锐的洞察力提高等等等等。总结一下，身体的放松程度会直接让身心不良习惯减少，回归最低的流通循环，身心都会感受到舒服自然，可以长期维持这种状态，非常享受。如果训练加深，这种舒适还可以提升多个层次，体验到超越人体普通情况的超级体验，比如被凉水包裹全身的凉凉的体验，精神意识如同被凉水冲刷的清爽体验等等等等。希望通过这项研究，让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能体验到我们研究中的快乐，身心柔软，精神上的满足与充实体验。心理健康是跟随我们一生的伙伴，也是非常丰富的精神体验，更是提升我们作为人全方位能力的方法。我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如何清醒、轻松过好每一天的生活。希望这种生活就是你不必要去到深山老林，也不必要去到多么美好的地方。就是最好的练习环境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面，就是每天生活的地方，在常见的地方，一点一点重建自己生活的秩序，可能会体验到一些神奇又朴素的事情。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